某乎上一位網友提問說為什麼中國大陸停用繁體字，非要推行簡體字？說他个人就推崇繁體字，覺得那才是華夏文明的傳承，簡化字能好到哪兒去啊？嚯！你提問就提問，這話頭語氣不是挑事兒嗎？那能慣着你嗎？那有位網友一句話就給懟回去了啊！這位寶島朋友，也不清楚他為什麼知道是寶島的朋友啊，可能查了一下歷史記錄。這位寶島的朋友，你們那不是傳承文明，純粹是帶頭的管事兒的太菜了。當年推不動簡體字而已。一個太監，別人問他為什麼不生孩子，他非說自己是為了尊重女性生育權。沒根的東西，裝什麼文明守望者啊？那話是損了點啊，你架不住先撩者賤啊！你好好說話，人用得着戳你肺管子嗎？然後呢，另一位網友那真的叫絕了啊！他打了一行字兒，一開始我還沒看懂啊，也不知道這是詩啊還是寓言典故啊。他是這麼說的啊。一隻憂鬱台灣烏龜，尋釁幾群骯髒變態齧齒惡龜，幾群骯髒變態齧齒惡龜圍毆一隻憂鬱台灣烏龜。你們也沒看明白是吧？這人哪兒投的呀？骯髒變態罵誰呢？其實呢，他這行字啊，針對的不是人。我怎麼知道呢？因為他這行字下面啊，又打了一行繁體字。都看明白了吧？辛辣呀，太辛辣了！當年幹嘛要搞繁體字啊？不是什麼拍腦袋的工程啊，那是被逼無奈，更是人心所向。新中國成立那會兒，百廢待舉，文盲率超過80%，就說10個人裡頭8個不識字兒。繁體字是好啊，有底蘊，有講究，可它難寫難認，也是鐵打的事實吧。而讓一個為吃飽飯發愁的農民，一個工廠裡的工人，卻一筆一畫攻克憂鬱的鬱，台灣的灣，那得是多沉重的學習成本跟絕望感呀！簡化字運動的核心目標就一個：掃盲，讓最大多數的人用最低的成本學會認字寫字，掌握開啟知識和文明的鑰匙。從1956年國務院正式公布漢字簡化方案開始，這事兒就是國家工程，經歷了專家研討、廣泛徵求意見，就為了這一個最純粹的目的啊。然後效果是什麼呀？到2020年，全國文盲率降到4%以下，普通話普及率超過80%，而且那低於4%的所謂文盲，也是背得出99乘法表，會寫自己名字，聽得懂新聞聯播的。這每一個百分點背後，都是無數人命運的改變。你輕飄飄的來一句簡化字丟了文化傳承，你想沒想過呀？對於那些數以億計的因為簡化字上手容易，從而第一次能讀書看報寫信記賬的普通中國人來說，能認字兒本身就是文化傳承最偉大最扎實的第一步啊！沒有這一步談什麼底蘊呀傳承啊？說穿了都是些狗屁的空中樓閣，都是文人士大夫給販夫走卒他們設立階級門檻的借口。拿繁體字兒當成自己正統的身份證明了，嘲笑大陸的簡化字是殘體字。可是歷史的記錄清清楚楚啊，最早官方嘗試推行簡體字的，恰恰是當年的中華民國政府。搞不歷史學明白了沒有啊？有些人捍衛的哪是文化呀？他捍衛的不過是自己那點因為歷史挫敗感而越來越脆弱的，需要靠字形複雜程度來支撐的優越感罷了。你再看看這兩行字好笑不好笑啊？就不能別再在網上無休無止的拿簡體字說事兒了嗎？不能啊！對，我知道你們不能，你們心裡跟明鏡兒似的，就是來找茬的，就是來秀那點可憐的存在感的，同志們。對付這種貨色，最爽最明智的辦法，真就是不跟他們講道理，就得像開頭那位網友那樣，粗俗就粗俗唄，就得第一時間扒下他們的偽裝，讓圍觀群眾一眼看到本質。咱們有這閒工夫跟他掰扯什麼來龍去脈、歷史淵源啊？那編點爆梗的段子，弄幾個生動的對比，然後欣賞他們破防的時候那副醜態，不香嗎？我們只要堅信最後的勝利是站在我們這邊的，那就不需要跟這幫潰敗的宵小解釋我們為什麼贏了，對不對？